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继续给大家更新无线画布。我们分为3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讲更新的内容，第二个部分是讲遇到的常见问题，第3个部分是讲详细的操作步骤。我们先讲一下更新了一些什么内容。第一个是这个 LTX 的编辑，这个是 GitHub 上面大佬提交的，我合并进来的一个功能，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。这个功能就是兼容了 Running Hub， 可以看到我在这里配置了很多 Running Hub 的工作流。我们现在可以调用 AI 应用，也可以调用工作流。第3个功能就是我配置了一键更新，这个非常好用。第4个功能当然是我们吹爆了的智能画布。1周多的开发，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，例如卡顿问题。我们按 Z 就是可以全局预览节点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节点非常多，但是这种很多的节点也不会影响我们操作，完全不会卡。第2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在无线画布里面要实现一个功能，我们需要连接相当多的节点。但是我们在智能画布里面就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节点，我把所有的这些 API 生成，包括视频、图片，还有 Model Scope， 还有 UI 和 Running Hub 全部集成在这个卡片里面了，它非常的智能。所以现在我们的操作步骤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流，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速度非常的快。我们这个编辑模式也非常直觉的，就是我们看到哪一张图片我们就编辑哪一张。例如现在我们把它变为夜晚，可以看到我们这种就是连续性的去编辑，这个操作就非常的顺滑。第2个就是我们的循环节点，我们要添加节点也非常的简单，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拉线，我们把这个节点直接拖放到这里，它就会自动连接。循环节点连接上它就是绿色，我们只需要点击，可以看到这里在运行，它就会有动画，这里操作就非常的顺滑，而且可以一键运行。除了这种串联的一键运行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并联。可以看到这里提示词我们是通过2个提示词去控制的，我们还可以新增就是3个提示词，如果我们3个提示词的话，我们的计数也要调成3，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控制它每一次生成不同的东西，它就会一次性在这里生成。然后就是我们的提示词功能，我们现在生成第几张卖点图，这个之前问的人很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预览就知道了。可以看到现在上游输入的是现在生成第1张图片，然后我们这下面写了10个卖点图，然后第2轮运行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第2张，相当于加在了这个提示词的顶部，它每一次运行会自动更新这个数字。好，我们运行一下，我们现在选择并发，可以看到这里就一次性生成了3张不同的卖点图，效果也是非常好。我们不只可以用来一次性生成很多卖点图，就像这种一张图里面有非常多的场景，我们想把它拆分出来，提示词例如现在是将第几张图扩展并放大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已经扩展出来5个图，所以这个循环节点的作用是非常大的。接下来的更新是我们接入了火山引擎生成的图片，这里是用的火山引擎的 CDance 2.0 生成的。有一个问题就是火山引擎它也会卡这个人脸验证，所以说我们得想其他办法去解决。当我们双击图片的时候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我们的预览，然后也有对比节点，我们可以对比，也有裁剪，我们可以裁剪一部分，然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扩图。当我们往外扩展了之后，可以看到左上角就有实时的分辨率，我们点击扩展之后就会出现这个提示词和我们现在的准确的分辨率，我们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了，最后就能得到这种扩展的效果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现在支持上传视频，根据视频生成视频，可以看到这里是用的 CDance 2.0 去生成的这个视频，操作也是非常简单。我们直接选择 API， 然后选择视频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如果直接点击运行是不行的，服务器是不接受你上传视频文件上去的，你就只能点击上传云端，就相当于我们上传到网上，然后拿到这个文件的通网地址，你点击运行之后左边就会有个地址，如果这个上传云端失效了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阿里云啊之类的，然后手动去粘贴这个地址，粘贴了之后就可以直接点击运行了。然后就可以看到，当我们有一个排版的时候，在这种新的智能画布做这种灵感的收集，效果是非常好的，没有任何的节点可以干扰我们。然后我们框选了之后，也可以创建分组。我们创建分组之后，可以看到这里面分组的图片都有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对这个分组的图片进行编辑。同样的 Ctrl+Shift 加 G 就可以释放分组。接下来要说的一个东西就是非常酷了，我们按 A 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资产库，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上传视频，也可以上传图片。现在有一张图片的时候，我现在想要引用资产库里面，我就可以直接艾特，
然后选择资产库，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个人，然后我们点击生成。我们所有图片放在资产库的时候，我们都不需要连接任何的线，就可以直接调用。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生成好了，这2个人都同样的站在悬崖边，这样子引用就非常方便。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我们的资产库是所有人在其他画布都可以调用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。然后我们的上传也非常简单，我们直接把图片拖进来就可以上传，然后也可以去重新命名也可以按角色按场景去区分。我们还有一个打标的，它会实时统计序号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标记了1和2，我们提示词是将序号1换成武松，序号2换成老虎，可以看到这里生成的效果就非常不错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比。还有一点是，我们除了艾特资产库，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些资产灵活的直接打组融入到这个图片里面。我们也可以通过艾特直接调用上游的所有图片。总之，这一次更新了非常非常多的内容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疑难解答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这个项目是开源的，可以在网盘或者 GitHub 下载。如果是在网盘下载的话，你双击启动服务就可以直接运行了。如果你是在 GitHub 下载的话，你是需要双击一下安装依赖的。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这里非常非常推荐所有人都要安装 Codex。这个项目几乎全都是用 Codex 去做的，不管你是 Mac 不会装环境，还是 Windows 遇到了各种问题，我们点开说明，这里就可以看到我写了如何去安装使用 Codex。Mac 安装就比较简单， Windows 的话就需要全程都有一些网络环境才可以。我们直接选择文件，打开我们的项目这个文件夹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他说程序无法运行，解决这个问题，他自己就会帮你解决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动。所以遇到任何的问题，我们都先安装 Codex 去解决。接下来我们就解答一下第2个问题，就是关于 ComfUI 的。可以看到我这里上面做了一个折叠，这个折叠起来的所有功能都是使用 ComfUI 或者是 ModelScope 的。如果你本地没有 ComfUI， 你就不需要去管这些功能了。你如果本地有 ComfUI， 上一集内容我详细讲过怎么去配置这些东西。我们一般来说就用下面的3个功能就好了。更多的是用无线画布。当你打开这个项目之后，我们直接点击推荐 API， 先注册第1个之后，注册完毕了之后，我们就点击一键填写。可以看到我们点击了自动填写之后，它的所有东西都已经填好了，我们只需要输入 key 就可以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账户里面必须要有5分钱才能够正常的拉取和验证。当我们账户里面有钱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点击验证地址，还有验证协议，最后我们就可以拉取模型。可以看到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模型，有生图模型，还有大语言模型，还有视频。还有一些人总问，下面这些 official 这些是什么？不要去选 official 是官方渠道，所有收费都是官方标准，所以它非常贵，一张 1K 的需要3毛多钱，全部统一收费的。使用 GPT-2 的这个一张图只有4分钱，所以我们不要选 official 的。然后视频的这些你想选什么都可以，像 Cdance 还有可伶还有 Veo3 之类的。我们设置好了之后就直接点击保存，因为这个列表是 AI 自动分类的，所以有可能你的站点名字是不一样的。假如说它把这个 GPT 图片分在了视频里面，我们就直接手动删除，然后在这个生图里面把它加上，然后保存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第2个网站就是 Codex 跟 GPT-2 的模型，因为用的人不是那么多，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相对也比较稳定。第1个网站用的人多的时候，它就会频繁报错，所以比较推荐大家都注册一下。首先我们重点要说一下就是一键更新的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把网页的这个目录结构全部拆分了一下，现在比较好管理。如果你是使用的旧的代码去更新的，那在画布这里面有可能你就打不开，因为它的目录结构是不兼容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static 这个删掉，然后拉取网上最新的。所以我非常建议的是大家使用最新的这个文件，然后把这3个文件夹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你的 API 和自己的设置，还有你输入跟输出的图片。下一次更新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一键更新，这个一键更新也是需要你的网络全程是在线的。接下来是第3个问题，我们现在支持 Running Hub， 这里面的所有预设我都保存好了，你只需要点击获取 key， 然后我们复制之后粘贴进来就可以了。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有2个 key， 第一个就是使用我们 Running Hub 的币，第2个是使用的账户余额。
工作流和 AI 应用是可以使用积分的，但是如果是像这种第三方的 GPT 或者是 Nanobanana 的这种，你就必须要使用账户余额的才能调用。然后我们说一下 API 怎么去获取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AI 应用，我们点击，这里有一个 API， 我们直接复制这个，粘贴过来创建就可以了。工作流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工作流，然后这里有一个 API， 我们点击，同样的复制这个，然后粘贴进来，点击创建就可以了。接下来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在工作流里面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很复杂的不需要用的东西，我们尽量直接全部删掉，就只留最后的这个结果图。可以看到我们就是2张图输入进来之后有一个结果图。如果我们引用别人的工作流也是一样的，它如果太复杂的话，我们也自己手动改一下，改一下之后点击发布，我们就保存在自己的工作流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点击直接去获取 API。 接下来说的一个重点就是，经常有人问，而我的工作流里面包含了图像跟遮罩，我怎么样去使用 API 调用？这个也是非常重点的。我们可以把遮罩换成一张黑白的图片，我们搜索 mask 就可以有一个转换遮罩到图像。我们这样连接了之后，跟刚才这种是一样的，只是我们现在拆分成了图1跟图2。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这里编辑，我们画了遮罩之后，我们点击应用，可以看到图1的原图跟图2的黑白遮罩图，就对应的是这个图1跟图2的输入。当我们导入了 API 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选择，例如我们刚才是图1跟图2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编号，现在这个是2号。我们导出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编号，图1跟图2的这个编号，不要搞错了。比方说这个2号是图1，我们就把它勾选，然后排序把它排成图1。然后第2个我们把它勾上，排序排成第2。后面的这些参数也是一样的，比如说 C 的值，我们需要勾选这个随机数，勾选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左边看到这里有随机数可以选。然后其他的参数，比如说我要勾选这个提示词，我也要勾选这个下拉的分辨率是多少。勾选了之后我们点击保存就好了。然后就是说一下 AI 应用跟工作流有什么区别。我们可以看一下 AI 应用，它就只有这几个端口，一共就2张图跟一个 C 的值，就没有更多的可以调了。例如我们现在使用 GPT 的时候，我们想要上传3个图， AI 应用就做不到，它固定了2个就只能传2个。我是上传了5个图片之后，我把第一个是勾选了必选，可以看到后面的没有勾选必选，它都是可选项。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得到，图1是必选，图2到下面都是可选，所以它会根据你上传的数量自动去匹配。调用也是非常简单，我们创建 Running Hub 的这个节点就可以了，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可以选。例如我们选择细节增强之后，我们可以选择是使用账户余额还是使用积分。如果你是 Plus 会员的话，你可以选择48G 的显卡，普通的就是24G。我们点击运行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大看一下这个细节增强的效果。总体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如果是在智能画布就更简单了，直接选择 Running Hub， 然后我们选择想要的工作流，例如细节增强，然后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了。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下 Codex 怎么用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弹出的右边这个滚动条现在是系统的，非常的不好看。我们直接跟 Codex 说，在智能画布中，在设置 Running Hub 的时候，它的 UI 要改成我们的这个 UI 体系。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在运行了。然后这里有模型可以选，我们如果选择 5.4， 它的消耗量会比较小一点， 5.5 的消耗量非常的高。我们如果使用 API 的话，消费就比较低一些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去定义我们想要的这些效果是什么。我们后续也可以开发自己的专属功能。当我们刷新之后，看到这个样式还没有改，我们就按住 Ctrl+Shift 加 R 就可以强制刷新。如果我们 Ctrl+Shift 加 R 都没有刷新出来，另外有一些人更新了代码之后，它智能画布的这些组件也没有出来，那我们就需要按 F12， 然后刷新一下网页之后，我们随便点一个清除浏览器的缓存，我们点一下清理，再次刷新网页，它就会出现了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右侧的这个滚动条
就已经修改成我们现在的样式了。总体的 Codex 使用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就是大白话跟他说就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不懂的，我下次再单独出一个 Codex 的教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Running Hub 给我们返回的这个增强细节的图片，可以看到细节增强的非常的多，效果也是非常好。然后我们说一下 Running Hub 跟 ComfortUI 的区别。ComfortUI 的话，如果你是在本地低于16个 G 的显存，用起来就非常的慢了。如果是公司用的话，没有4090的话，不是很推荐大家使用本地的 ComfortUI 了。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Running Hub 的，我们就直接调用工作流就可以了，这样子会更方便，而且我们给运营使用，他们的学习成本也是很低的。然后右上角这里我放了快捷方式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如果有不懂的。这里也有日志，如果运行有报错的话，你能找到大概是哪里有问题。我们现在是支持 OpenAI 直连，还有异步协议，还有 Gemini 的协议，最后还有火山引擎，这些基本上就可以兼容市面上90%的 API 平台了。如果我们想要使用火山引擎的，也非常简单，我们直接点击，可以看到这上面的请求地址就已经写好了，我们只需要填写 key， 然后去拉取模型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拉取到的模型有非常多，像 CDance 2.0 还有 1.5， 这次也是讲的非常的详细了。我们最后再说一下这个项目的开发方向和授权协议。首先我们在资产库这里，大家可以留意到有一个工作流，这个我后续会做一个导入导出工作流的一个功能，我们后续会直接放在这个智能画布里面，通过 直接调用。再后面我们会接入 Agent 的功能，这是非常后面的开发计划了。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授权协议，我们这个是不支持商业授权的。如果你要使用我里面的任何代码去修改，例如改成自己的网站收费让人家用，这种是不允许的。如果你是基于我的这个项目去改的，那你就必须要保持免费开源。如果是想要商业授权的，可以单独联系我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